之前的教学课程中，我们有介绍过使用容器形态 list 和 tuple 的基本方式。这段影片我将会详细介绍这两个形态的用法和它们之间的差异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之前的教学影片，可以查看 Codegym 频道上 Python 基础课程清单。不管是 list 还是 tuple， 只要是容器形态，顾名思义就是像容器一样，可以放很多东西在这个形态当中。其中 list 就很像抽屉一样，将资料一格一格的存放，而且每一个抽屉都有一个索引编号，这个索引必须是从0开始依序置放。list 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资料形态，我们可以在 list 中增加或删除资料，或是做升密和降密的排序。使用 list 的方式是中括弧将资料包起来，并且用逗号分隔。如果你要取出里面的资料，只要在中括弧里面输入索引值就可以了。我们也可以选取 list 中部分的资料，使用冒号选取索引值的范围。冒号的左边是起始位置，右边是结束位置。取出的资料并不包含结束位置内的资料。例如，我想取得索引值1到3的资料，我就输入1冒号3，这样我就可以取得1和5的结果，其中并不包含4这个数字。如果我想取得索引值2之后的资料，我就输入2冒号即可。以此类推，我想要取得索引值3之前的资料，我就在冒号后面输入3就好了，但并不包含索引值3里面的资料哦。在 Python 中，形态都是物件，而物件就像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。像是车子有外形不同，有前后左右移动的功能，所以在程式中所谓的物件包含了属性和功能两个重要的元素。有关物件和类别的观念，我会在之后的影片单独详细介绍。在这边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们在程式中可以在物件名称后方加入点，然后输入函式的名称或属性的名称来使用这个物件的函式或属性。简单介绍物件后，刚才我们除了可以使用指定索引的方式取得 list 中的资料，我们也可以使用 list 中的函式来操作。使用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list 形态后方加入点，然后写上函式的名称就可以了。首先我要介绍增加元素的方式，我们可以使用 append 和 extend 两个函式。append 函式可以加入一个元素， extend 可以加入多个元素。我在这边示范加入一个元素的方式，例如我在这边加入一个6，执行之后，你就会看到原本的 list 增加一个新的元素在里面。如果我要增加多个元素，就可以使用 extend。例如我在这边要增加6和7，结果就是原本的 list 增加了2个元素。但如果我用 append 增加2个元素，会有什么状况呢？结果会是增加的2个元素变成了一个 list， 也就是说在原本的 list 中新增了一个索引值为5的元素，而这个位置里面放的是一个新的 list， 这个 list 中有2个元素，分别是6和7。我们除了可以增加 list 中的元素，也可以移除 list 中的元素。在这边我们可以使用 pop 和 remove 这2个函式。如果要移除 list 中某一个索引值的元素，我们可以用 pop 这个函式。例如我要将索引值为2的元素移除，我在 pop 函式中输入2这个参数，结果就是原本的索引值为2的元素被移除了。如果我要移除某一个特定的值，我可以用 remove。例如我要移除4这个数字，我就可以在 remove 函式中放入参数4，这样原本 list 就会移除4的结果。list 常被使用的原因是很有弹性，
而且又有许多好用的功能，其中排序是常被用来使用的功能之一。我们可以使用 sort 做升密和降密的排序，也可以使用 reverse 将 list 中的资料顺序反转过来。在这边我先示范排序 sort 的用法。sort 函式中有一个名称为 reverse 的参数，如果 reverse 为 true 则为降密，反之为 false 为升密。最后，如果我想将原本的 list 中的排序全部反转，我只要使用 reverse 这个函式就可以处理了。刚才介绍完 list 之后，我要介绍 list 的好兄弟 tuple。这两个看起来很像，但它们本质有一个很大的差异。tuple 是一个不可变动的物件，你可以使用小括弧将 tuple 中的资料包起来，中间的元素用逗号分隔。建立完成后，这个 tuple 的内容就不可以变动，所以它就不像 list 有这么丰富的函式可以排序或移除元素。但如果你想使用 list 的功能，只要用 list 这个函式将 tuple 的物件转为 list 物件就可以咯。最后我想要介绍3个 list 和 tuple 都可以使用的方法，分别是关键字 in 和 len count 这两个函式。如果我想确认某一个资料是否在 list 或 tuple 之中，我就可以使用 in， 然后在 in 后面写上要确认的 list 或 tuple 的名称。如果有找到，那结果就会回传 true， 反之则为 false。接着是函式 len， 如果想要确认这个 list 或 tuple 中有多少的元素在里面，就可以使用这个函式。最后，如果我想找寻某一个元素的数量，在这边我先将原本的 list 修改一下，将3的数量改成2个，然后使用 count 找找看3有几个，执行结果就会是2。这个影片我们学到 list 和 tuple 的用法，看完影片后，你可以将程式码输入到 Ripley 或者你习惯的程式编辑软体上面试试看。Coding 频道主要是分享程式语言教学和电脑网络相关知识，像是今天影片中所介绍的 list 和 tuple。如果你想要收到最新的影片消息，欢迎订阅 Coding 频道，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